你一共生产了多少的毒品？应该在31吨。31吨，除了被缴获的12.36吨，其余的应该都卖了。他被称为冰毒的鼻祖，全世界毒枭在他面前都是弟弟，别人制毒暗克，他出手就是1吨，更是全球去麻黄素纯化学制冰第一人。他生产的冰毒纯度高达99%，世界罕见。他就是扫毒风暴卢少华的原型刘昭华。如果他不被抓，更不会诞生美剧《绝命毒师》。现实中，刘昭华的经历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被抓后，他在法庭上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民族英雄，并诡辩自己生产制造冰毒，再报鸦片战争之仇。人家曾经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我也应该可以用冰毒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可思议的是，真的有人相信这个恶贯满盈大毒枭的鬼话，竟然夸他有一颗炙热的爱国心。殊不知，那是刘昭华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他抓捕时说的原话都被秦昊1比1还原。你知道你做什么？你也知道，我也知道，还逼问呢？你做什么了？做什么你也不要去问了啊！这个自然有人来问啊。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坦诚一点。坦诚，这个没问题。但是我的希望你呢，不要去连累人。这个东西呢，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们不要想做一个什么渠道来给我。你们想知道什么事情，你列一个清单，清单。或者来讲呢，你做一个提纲来。你如果想来智慧来战胜我，自备。那没变，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你不用太嚣张。这什么呀？你身上搜的？这是你的1等功。刘昭华这个中专都没有毕业的男人，究竟如何炼成日产1吨冰毒，成为世界第1大毒枭呢？1965年，刘昭华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市的一个小镇子上，兄弟姐妹5个，家庭十分窘迫，但他的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尤其对化学有着浓厚兴趣。成年后，刘昭华的工作和扫毒风暴中卢少华的工作几乎一模一样。你调到公安的事儿，咱爸办的差不多了。98年的某一天，刘昭华发现很多人都在往国外大量运输麻黄素，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有化学功底的他一眼看穿了麻黄素是制作冰毒的原材料，从小他就穷怕了。最终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刘昭华选择辞职，随后买来几本化学相关的书籍，开始自学制毒。他第一次制毒是用台湾人陈道中提供的100克麻黄素，谁知在2-3个小时内竟成功制造出了冰毒。这种轻而易举的成功让刘昭华认为制毒也不过如此，于是他在老家附近开设了一家塑料厂，挂羊头卖狗肉，生产制造冰毒。刘昭华反侦查能力极强，他特意将工厂建在了江边，江上常年停着一艘快艇，为自己运毒和逃跑做2手准备。但麻黄素制毒有一个致命缺陷，首先是味道刺鼻，臭味熏天，其次现在麻黄素属于管控原料，于是刘昭华开始研究不用麻黄素，纯化学合成方法来制毒。纯化学合成冰毒其实并不是很难，难在最后的结晶上。刘昭华也是卡在结晶环节，始终难以攻破。于是他打着研制减肥药的幌子，走进大学请教了一名化学老教授。经过教授指点后，刘昭华竟真的研制出了纯化学合成冰毒。化学冰毒每克成本低至1毛，首批他就造出了15公斤冰毒，其中的5公斤冰毒交给同伙去福州贩卖，但还没有卖出就被警方抓获。同伴为了减刑供出了刘昭华，可当警方赶到福安时，刘昭华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一堆制毒的设备。警方随即发出了对刘昭华的通缉令。在之后的几年里，刘昭华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1999年，云南警方在郊外一个仓库中查获了一批120公斤海洛因。收队时，隔壁仓库引起了警方怀疑，打开大门后让所有人震惊不已，12吨冰毒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警方搬出后，齐刷刷摆满了整个球场，12吨冰毒，足足24000斤，价值30亿。更让警方震惊的是，这批冰毒纯度高达99%。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开始怀疑呢，是不是冰毒？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啊？一抽验，这凡是抽验到的，全是冰毒，而且纯度高的有的高达99%。
属于钻石级别，并且纯化学合成，目前是全球第一次出现。但当时在全球范围内能用纯化学合成冰毒的人只有刘昭华。警方调查时发现，这批冰毒出自一个叫刘森的人之手，而刘森正是隐姓埋名潜逃的刘昭华。刘昭华这个人信命，算命的说他五行缺木，所以在逃亡途中，他用的每个化名里都带有木。当警察赶到制毒窝点时，刘昭华第二次逃跑成功。经过2次通缉后，刘昭华开始大吃大喝来增肥。此时他富态的模样与被警方通缉时的画像完全不同。可笑的是，他逃亡青岛期间开了一家彩票站，自己还中了1等奖，奖金100多万。这让信命的刘昭华觉得自己运气正旺，可以东山再起。随后他去了桂林，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生物公司的董事长，化名李森清。他在当地承包了3万亩林场，种植红豆杉，因为他发现红豆杉中可以提取出抗癌的紫杉醇，他的利润甚至比毒品还要高。万万没想到，警方突然通过电视广播等全媒体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 A 级通缉令，并悬赏38万高额奖金。当时刘昭华正在餐厅喝早茶，因为我在那个桂林那个红衣酒店啊，一边在喝茶一边看电视，突然间报的公安部写那个刑赏的那个38万嘛，找出的那个话对方就那些，所以我猜这个第一个是我的，所以当时呢我自己在看电视，也就看完。后来我直接交代他们，我们就跟他讲了，桂林不能待了，你们要就全部都走。他返回酒店拿东西时，发现电梯内站满了警察，可刘昭华竟然没有立刻逃跑，反而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跟随警方一起坐电梯上楼，自己房间所在8楼，他淡定按下了7楼的电梯。我一看8楼一看就是这个警察，我就7楼就下来了。有过公安经历的刘昭华清楚各个交通要道一定会有关卡严查路过的车辆，而他却选择一种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出逃方式。我从酒店下来是吧，已经很多警察了，所以我就骑自行车，一部自行车就慢慢骑，一直骑到天河推上方面，所以在天河拦一部出租车就到下。警方断定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回到老家福安。果不其然，接到群众举报，在福安的一间出租屋发现了疑似刘昭华的毒枭。警方经过多天24小时秘密监视取证，确定房间内的人正是潜逃9年之久的毒枭刘昭华。凌晨4点，一声令下，武警迅速冲进房间，抓捕了犯罪嫌疑人刘昭华。这一天刚好是他40岁的生日，他的床头依旧放着2本书，一本是《财神传》，一本是精装版的精细化学品及中间体手册。法庭上，刘昭华有着自己一套诡辩说辞。怎么讲呢？我不去害人，制毒品还不算害人，因为这个是他自愿去吸毒的，并不是来想。他们就算是不吸我做的，他们也会吸别的毒品，这就是人性的恶。对于生死，他早已看透。你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下场？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下场，但是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这个生与死、被枪毙跟生老病死都是一样，这个死没有什么区别。警方问他，作为一个父亲，不想对子女说点什么吗？他回答：没有，我的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什么臭道2007年6月22日，刘昭华因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9年9月15日，刘昭华被执行死刑。执行前，他要求警方放一首《别看我只是一只羊》，他要用这首儿歌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智慧至死未泯。一个冰毒时代随着他的死亡结束了。最后，刘昭华留下一句话来警示后人：我们走这个途径，早就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如果遗憾要讲那个后悔的，那你最好就不要去发掘。贩毒有罪，吸毒可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抵制并打击制贩毒活动，人人有责。君子爱财，取之要有道。好了，本期影片到这里了，更多深度解说，下期见。